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做出来了这样2×2的云杉树场。在我们使用这个树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能够安装 Optifine。由于高清修复这个 mod 它会对活塞有一定的影响，如果同时有很多活塞一起推出的话，可能会导致你的客户端崩溃。然后树场的入口这里呢，我已经在这里放了一些东西来阻止树叶在这里生成，这样呢，我们在挂机完树场之后就可以直接从这里出来，就不会有树叶阻挡我们的出路。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来读一下上期节目中观众们所留下的一些评论。我们来看第一条，这条评论说，3项的矿车老是会掉，它已经放了栅栏，但是还是会掉。那么这个掉的原因呢，通常就是你把那个3项开得太远了，结果你并没有去加载那个区块，你没有加载那个区块，它的矿车它就会掉下来。我们先睡个觉。好，第二条评论，他说 Tweakroot 的这个什么功能可以大大的提高帧数。他是说的上一期我们做的那个树场开时间久了，上面有很多掉落物，还有很多活塞运动，会造成非常多的卡顿。只需要把这个功能打开，这个功能我也没有去找我还没有去找，也没有自己去尝试。如果有观众知道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把这个功能把它打开，看一下在运行那个树场还会不会有什么卡顿。那么也是非常感谢这位观众提出了这个建议。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条评论，可以把第一个侦测器脸对着粘性活塞。他说了，这个就是上一期我们讲了这个二次地推有更好的一个设计的思路，就是把这个侦测器对着这个粘性活塞。我们是不是又没有用滑稽红石材质包？我们把材质包把它换上来。好，这里面是粘性活塞，外面应该是普通活塞。我现在身上没有普通活塞，我就用的粘性活塞代替一下。这个侦测器是对着这个粘性活塞侦测的，这个侦测器呢是对着这个侦测器侦测的。也就是说，这里我们以前是放了一个音符盒，现在可以不用了。好，现在仍然可以做到二次地推那么这个方案也是非常棒的一种设计，那么也是感谢这位观众那么接下来呢，这里我做了一个迷你高达这位观众叫自闭，可能这位观众他比较自闭我看到他充电给我充了1000的电池也是非常感谢，给你做了一个迷你高达然后这旁边是我们直播间刚刚新上任的一位舰长，这边的高达我还没有做，因为我是做在了另一个存档是那个 1.16 的那个存档里面。我们下一期如果玩 1.16 的话，我们再会给这位舰长亮个相。那么这里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那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呢，是要来做一个混凝土机。虽然我们上一次已经做了一个，只不过那个呢是那种 AFK 的，我们需要手动的放置。但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一种，就是可以达到全自动。这种全自动的混凝土机，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做的这一种呢是1/4速的，也就是18万的效率，把它除以一个4，那就是4万5。4万5的这一种，它的体积很小，而且呢做起来也比较简单。尽管这个东西不是那么难，但是我今天也并不会一边做一边讲，因为混凝土机这个东西，我也是一直没有给大家具体讲怎么做，这个东西是无法现场来做的，我只能够一边看着存档一边来做。我昨天下午是一直在研究这个混凝土工厂，这个东西必须要自己耐心的调时序，所以现场呢是无法将里面的结构完全记下来的，也不可能现场去推断这里要打几克，那里要打几克，所以我待会就只放一个延迟摄影来把这个装置把它做出来。好，那我们就开工吧。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末地这边，这边的刷沙机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我只放了有5个这个重力方块，而且这5个呢一定要只放一边啊，你不要这5个你3个放这里，2个放那边，那样的话这个时序会有问题。我这个时序呢是正好设计的是只有一边放5个。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刷沙机把它打开，好，开机。开机之后，这边要给它挂一个纸人，比如我们先召唤一个小伙伴，好，在这里挂机。由于这里是末地啊，一定要有人在这里挂机。如果没有挂机的话，我们走了这里也就会停止工作。好，我们先去主世界那边看一下。我们就直接飞上去啊。我们把声音关小一点，然后用灵魂出窍给大家看一下。哎，上面很多东西都掉到外面去了。箱子上面要用东西阻挡一下，可以用玻璃板把它阻挡一下，不然这有东西会掉到上面来。这侧面有的时候会炸到外面来，把这个范围再把它加大一点。这也只是刚刚临时弄了一下。这一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混凝土粉末一直会从这里往下面掉。首先要经过第一次分流。第一次分流将这个混凝土啊1/2推到前面去，然后1/2呢让它直接漏下去，一个将它进行左推，一个将它进行右推。好，这地方有点问题啊，可能这是第一次开机，左边没有问题，左边能够正常的往外面推。这个也很简单，我们只用到上面去把那个多余的粉末把它给清理掉。好，就是你了。好，挖掉啊，现在它就可以弹上去了。好，我们就站在这个地方继续来给大家讲一下，它每一次传过来的这一包混凝土啊，一包就是5个。你不要看这一个混凝土实体被弹上去了，你就以为它是一个，它实际上是5个。5个它可以同时像这样凝固成5个，就这样把它分散成5个，最后再把它推出来。这里的时序呢，必须要大家仔细的去调啊。这个我也没办法跟大家讲，所以我也为什么不喜欢去讲混凝土这个教程，因为这个是没法讲的，只能够给大家讲一下原理。实际上就是推动这个实体混凝土粉末，它在掉落的过程当中，它是实体，它并不是方块。实体那就很简单，实体它就能够被史莱姆块给弹走。如果是活塞直接推的话，它只能够往前面推1格。然后开关这个地方给大家讲一下，是通过这里的半线钩，半线钩检测这里有混凝土粉末不断往下面掉，它会触动这里的半线钩。但是这里呢，我们要把这个脉冲啊，把它弄成连续的脉冲，因为它这里的半线钩它是时而被绊倒，时而没有被绊倒，所以它这里的脉冲它就是那种有间断性的。我们这里呢，在这里放2个火把，2个火把像这样交替的往上面传，这样呢可以一直使这里的活塞啊，让它处于一个 BUD 的状态。这里可以看到它是 BUD 对它激活的。如果这上面红石没有亮的话，这一边的半线钩又是能够对它充能的，所以它能够持续的伸出是这个原因。它伸出了就可以使这里的脉冲啊让它激活。这后面是接了一个8T 的脉冲。那边复制混凝土呢是每4T 能够复制5个。我们这里循环弄成8T， 也就是将它一半的混凝土使它往外面推，也就让它达到了分流这么一个目的。然后这后面这些位置要怎么确定呢？这个真的是只能靠大家去尝试了。然后调这个时序就要耐心一点，大概就这么多。上面同样的，这边如果开关被触发了，就会使上面也弄一个脉冲。上面的脉冲呢是4个满档，也就是16T 的脉冲，然后后面要加一个短脉冲。这里弄一个短脉冲，让它推出来，它没法将它拉回去，使这里的 TNT 复制频率让它减半。如果这里的 TNT 复制频率太快，就会一个 TNT 将另一个 TNT 把它给炸飞。然后右边呢，
还有一点点问题啊，这右边它是有时候没法将它全都给炸掉的，没有全都给炸掉，这里活塞有可能会推不动，有可能会有问题，这个地方会导致效率降低一点点。然后这个左边就正好是36号方块将它爆破的，所以左边不存在方块炸不掉。混凝土呢，它的抗爆性也不是很高，你看右边像这样生炸也同样可以炸很多方块。好的，那么本期这个混凝土装置呢，也就大概给大家讲这么多。我们先从1/4效率的入手，这样会比较简单。我们日后呢，再慢慢的来设计半速的，甚至是全速的。全速的这个肯定会有点恐怖的，半速的话可以考虑找个时间，下次我们再来设计一下。然后这上面的黑曜石还没有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黑曜石要像这样挡一下，不然会把这个电路给炸掉的。稍微挡一下就可以。好的，那么本期节目呢就是这样，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